not the only one bound by these chains. 大家好，我是小雨。今天我们来讲赫洛斯要怎么送头。这次我们赫洛斯被翻新成了脑冲一哥，有人觉得强，也有人觉得被改成这样，无法再暴打类似凯莉、婉婉这种为英雄而哭泣。为什么呢？第一，现在赫洛斯很容易一不小心就跳到防御塔里就出不来了，除非战场技能是带瞬移的，但若是带瞬移是为了要逃命的话，不如不要带。像我带瞬移，80%以上都是拿来杀人的。那一般跳到防御塔，还是打上高地不小心脑冲了，敌人还是没有反制手段的话，那就是太菜了，绝对不是赫洛斯翻新了变好猛。所以现在一般都是带反击或是治愈之拳。我的建议是，对面控制技能很多就带反击，控不多则考虑治愈之拳。第二，现在赫洛斯跳在天空的时候也会受到伤害，也就是说会被防御塔和敌人打免费的，也是我们能够送头的关键。再来说明一下技能组，赫洛斯的被动纸条集满，获得距离变远的强化普攻，也会把敌人击退，可以打断一些技能。敌方英雄在自身附近位移，会让纸条集比较快，所以被动打出去，在敌方英雄身上就可以直接挥好1/5的纸条了。一技能用新的大棒槌敲地板，若是有敲到敌方单位，会让下一次的一技能能再多一次延迟性的伤害。二技能延迟性的范围拉人，先2再瞬移也能给上技能的效果，这就是为什么排行榜那么多人带瞬移的原因。当然瞬移也能用来拉近距离，直接强化普攻开始接技。再来大招就是脑冲，被动的纸条强化普攻，一技能的2段爆炸以及二技能能拉到敌人，都可以让我们进入脑冲状态。再来讲一下建议的连技，第一种强化普攻接1再大，再2再大，再2段再大，纸条若回好了还可以再继续。第二种二技能起手，马上一技能第一段接大，再强化普攻再大，再1再大。第三种一技能先打旁边目标，二技能起手，马上2段1后直接跳2次大，再强化普攻再大。因为一技能的2段伤害是有延迟性的，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这样跳2次。第四种一技能先打旁边目标，强化普攻接大，再接2再1，然后连续跳2下，范围内触发条件，打到多个敌方英雄也能疯狂脑冲，然后就可以安心的送头了。大家这边看我的大招是不是时常被禁止释放？虽然说赫洛斯跳大可以为自己回血，但也常常被控制到便秘，就没有办法顺畅的大出来了。再来出装回技，这边自己看，主要重点就是至少要20%的减 CD， 手感会比较顺畅。没特别的话，就照第一排照着点就可以了，再看情况是不是要买其他的防装。至于回技，我实测是都带战士会比较好用，跑速则是对线比较方便锤人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实战了啊！这场的话是我单排的排位赛。哦，对了，再补充一下，小回技为什么是带无畏重击而不是超载时间？主要是为了跟敌人对线能够回血，比较容易打赢对面，占到优势。虽然说带超载时间可能好像跳了大就马上可以再一技能了，但若是4级前打不赢对线对手，一切都是美好的假象。那一开始这边经验路开场，我们最好不要直接去线上。看到刚才的奥德斯本来是想要去断兵线的，也顺便可以让敌人没有办法在开场就直接来偷红。那这边其实我有一个小失误，我应该等奥德斯要去尾刀我们的小兵的时候，再用被动去把他给击退，那样可以阻止他尾刀小兵叠层，会给他心理更大的压力。不过我们赫洛斯是完美克制奥德斯的，所以我打算开始控兵线了。因为虽然现在已经不能无脑打位移多的英雄，但是只要位移不够长的英雄，我们都很好可以跟他们对线，例如路比、周、弗雷亚、巴当、希尔维亚等等。这边也再次说明控兵线的技巧，简单点说明的话，就是把敌方小兵的血量总和留得比我方多，这样我们家的小兵就不会往前推进，然后敌人想来吸经验吃兵的时候，就可以尽情的打他。但是敌方小
小兵快要死掉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回到他旁边，我们才可以吃到他的经验。这么一来，我的对线对手就会非常难过。他如果会怕的话，就可以压敌人的经验了。但是这个奥德斯很显然是丰富经验呢，他直接冒着生命危险把小兵的经验统统给吃光了。而且其实他这样死掉的话是没有浪费掉任何一只小兵的，全部经验都被他给拿了。这个奥德斯为大家示范了，就算是送头也能保持经济和经验都不输给他的对手。那为了继续限制奥德斯，我这边选择继续再控一下兵线。哈卡特想支援，但被奥德斯大招看到了。你妈的嘞！干你娘是在吃三小啦！哈卡特，你这个贱种！等一下，冷静一点。回到刚才的话题，我特地留了一只小兵控兵线，哈卡特跑过来就打，所以我一点也不想放技能救他。不过即使如此，他还是我的队友。他在抢乌龟了，我赶快把炮车打掉过来支援。等二技能回好，我这边选择二技能起手，先靠近敌人一些，因为在团战的时候，二技能起手是还蛮容易命中的。那如果比较没有那么容易命中的话，可以考虑换成强化普攻起手。那这边连击怎么接，我就不再重复了。片头有介绍4种方式，就是这4种了。打完会战，若状态好的话，要马上回到自己的线上，尽量在敌方小兵快死掉之前回到他旁边，压敌人经验和去支援队友都是一样的意思。前期的支援就是趁着敌方小兵还不会死掉的中间的时间来进行支援，能够不漏掉就别漏兵，最不得已的情况下也最好别漏掉炮车，所以支援之前一定要把兵线给控好，不要把小兵推过去送给敌人经验跟钱，否则的话我们会战打赢也会变成根本也没赚到多少，这在前期这点是非常重要的。那因为我的出装第一件是摆雷霆腰带，所以我现在要拼命找敌方英雄来叠我的装备被动了。哇，这边没有想到奥德斯会死这么快，不然我应该是要直接对他强化普攻打他，我才能叠到雷霆腰带的层数。也因为这场并没有太多需要缩短控制时间来应对的敌方英雄，而且他们的射手又是米娅，所以这边手动把鞋子换成雾防鞋。哎呀，不过其实雷霆腰带也不是很好叠啊，在对线的时候，如果敌人像这场的奥德斯一样非常的龟，还是一直躲着，就很难找他叠被动啊。而且我们其实执意要叠被动的话，团战能力也会比较差，毕竟我觉得还是二技能起手的伤害会最好，但也意味着要等到我技能放到要接强化普攻的时候才能叠到被动了。哎呀，我的强化普攻不小心点到小兵了，那只好再等4秒钟，就等屏幕下方的小图示转好，赶快去点那个奥德斯。这边其实我也可以飞进去点他，再叠一层被动，但由于他在防御塔里面，而且敌方的小地图都还没有看到敌方英雄，所以我就放弃了，等他出来我们再点他就对了。但奥德斯非常可怜，他锤我是会有带位移效果的，会帮我击被动条。但先撇除这个不说，现在赫洛斯确实算对线强的了，但并没有强到能去断兵线，毕竟我们没有主动位移技，只能跳敌方英雄，所以断兵线并不适合赫洛斯。真的要的话，可能虐虐菜的时候还行吧。那这边看到强生开车过来，刚好我也清完下路的小兵，我就直接坐上车了。不过很可惜，这个强生让我非常的失望，估计是因为我不是妹子的关系，他不想载我吧。刚才前面骂哈卡特的那个语音包啊，都叫强生工具人，说载了妹子到了目的后，妹子就跑了，去找其他人了，真不知道他怎么想到的。好，我们回到战场，先看这边要打一个4打4的团战了，有点可惜我们没有抢到乌龟，但是我这边找到一个好位置，而我刚才是直接强化普攻，因为我觉得我的队友并没有想打，但是我尝试性的使用2技能拉到人了，我反击还在，想要1打4直接跳过去尾刀，但很可惜奥德斯交了瞬移，我没有标记到他，并没有办法直接跳了。那现在我的队友跟过来，我就不再多做解释了。比较需要注意的是，标记有上到的话，也不一定要直接跳，可以等敌人缴完位移技能还是无敌技能，我们再大也行。因为大招触发之后是有6秒的时间，可以让我们慢慢思考要不要跳过去的。那现在我的队友看到我
我这么勇猛，应该很后悔刚才乌龟为什么不敢打了。但我们赫罗斯走有点慢，不适合当开战角，除非战场技能是带瞬移的，否则不要想不开当成开战的那一个。所以刚才我的队友在打乌龟，我并没有跟我的队友走在一起去负责开战，而是走到后面去找一个更适合的角度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把下路的小兵都清完了，没事干了。那我即使知道强生开的不怎么样，我还是选择上了他的车。这边撞到了佛朗哥，我想说他是坦克比较硬啊，所以我用2技能起手的，没想到他一下子就死掉了，差点害我没有跌到被动。哦，对了，像我刚才的1技能2段打在拉普身上，可是我的第2段的爆炸伤害并没有爆到拉普身上，他已经位移先离开了，所以刚才我的大招也就没有亮起来了。那现在我的反击回好了，想说直接来1打5好了，但我刚才接技失误了，少跳到1段大招的伤害，但敌人包过来，我刚好1技能是2段，我想要脑冲疯狂跳大，没想到拉普也冲过来，害我这边的反击白开了。其实等情况明朗了再开就可以了，但我会那么早开，就是因为前面啊在录制赫洛斯的时候，我跳了大，然后就一直被蒸发怕到了，也就是在片头给大家看战绩那边呢。不过主要也是因为我没有想到拉普会这样走位啊，不然正常的话我应该要在人群中间挨打才对。这也是我刚才为什么就直接把反击打开了的原因，因为赫罗斯现在在人群中间跳大啊，在空中的时候敌人也是可以对我发攻击的，尤其是刚才我内心已经想好了是要1打5啊，所以我觉得非常害怕，就直接把反击给打开了。不过事后我还是想了想啊，我应该是等到我自己被控制打不出来的话，我再开反击就可以了。好，那现在我看到我的雷霆腰带的层数啊还跌得非常的低啊，所以说我现在也是非常想找个人来叠个被动，所以这次看到奥德斯我就直接强化普攻起手了，至少有叠到被动嘛。结果他还留在这边跟我继续打，那我非常爽，然后爽到我不小心的跳过头了，也是让我顺利的叠了3层被动。不过他也是想不开啊，直接冲过来跟我打，那我当下也是怕被他秒杀，所以也是把反击给打开了。哦，看来这奥德斯不太会啊，他并没有连续捶我2拳，以我刚才的血量被奥德斯连续捶2拳的话，是非常有可能真的被他秒杀的。我也是没有想到，原来他人这么好，冲过来是要让我跳大回血用的。那现在敌方英雄死了3个，我就直接把强化普攻拿来捶塔了。所以看到这边，大家应该都有发现了，我在对线和会战可能要开打之前，就都没有把强化普攻给用掉，因为若是没有强化普攻，接技的顺畅度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，更没有办法直接强化普攻起手开始接技。那现在我也已经天下无敌了，唯一要小心害怕的就是不要不小心用大招跳到高地塔里面去了。而且像这种大型的会战，我们的纸条通常都集得非常的快，跳大的回血加上战士回击的吸血能力，再加上雷霆腰带的防御和伤害，我们不仅变得非常肉，接技也一定要按到强化普攻，所以中后期是非常好叠雷霆腰带的被动的。那现在趁我们回家无聊的时间，再跟他讲我们的2技能是属于击飞，也能断一些敌人的招的，而且我们赫罗斯击飞是稍微有一点延迟效果的，所以有时候会放下去之后，然后泰格跳过来晕，结果他就被我断大了。还有其实刚才在前面10分25秒的时候，我有断了佛朗哥的大招，然后救到哈卡特，这点刚才是没有讲到的，这边补充一下，有兴趣可以自己倒回去看一下。哇，这个奥德斯已经放弃治疗了。然后虽然我们在打奥德斯，可是我们其实有看到米娅在推我们下路的，所以我现在看到凯莉回去了，所以我们这边就可以直接开领主了。由于敌方死1个，而且米娅刚才从下路消失而已，他应该是先回家再走过来，所以我的队友现在在打领主，我就直接卡住敌人，跟他们1打3了。结果我的队友不打领主了，他们想杀人，而且我们凯莉也直接走过来了，他们并没有把下路的线推一下。
也还好敌人的米娅他没有选择继续拆塔，而是过来参加会战了。也许是我的队友觉得我没有办法1打3吧，所以过来想要帮忙打会战。不过刚才最好的方法是我去拖住敌人，然后我的队友去打领主，然后凯莉再清下路的兵线，那样是最好的。但这也没办法，这是单排嘛，所以我就先回家了，然后清一下下路的兵线。因为敌方的高地塔只有中路有掉血，所以等一下我们的领主就会从中路出发。然后我故意把小兵稍微留一点点血量，让他稍微拖一下时间。那我们等一下领主出来，就会让小兵跟领主一起上敌方的高地塔了。那我们走过来遇到强森，他直接开车了，看有没有办法撞到上路的奥德斯。不过我算了算秒数啊，他应该是直接安全回城了。那这边我们就直接把3路的兵线一起压上高地吧。但是说实在的，赫洛斯在打上高地的这个时间点是最痛苦的。这个性质其实跟有一些角色是蛮类似的，例如说希尔达这类的，我们只能靠兵线来把敌方的高地塔都给拆了。这边我终于忍到高地塔快爆了，我直接脑冲了，不管了。那这边有没有注意到我的大招时常还亮着，但能跳大的目标已经回温泉了，旁边有敌人，我再继续跳。有没有看到其实我大招常常大不出来啊？但是大出来可能也不是件好事，因为我就会因此跳到主堡里面就送头了。那现在敌方已经死4只了，我很想把弗朗哥给解决了，然后把主堡给推了。刚才我1、2技能没打到弗朗哥，所以我纸条好了，马上强化普攻脑冲进场，把弗朗哥给收了。只是说很可惜现在没有小兵了。那为什么刚才那么敢脑冲？就是因为主堡旁边小兵很多，脑冲的时候回血非常好用。那这边因为我刚才在敲塔，所以米娅来打我是并没有纸条可以对他发起连击。米娅打我还是有点痛的，所以我刚才也是把反击先打开了，然后先退一下，让敌人出来我们才好打，不然会变成我一直需要去脑冲防御塔，还有脑冲主堡，那我就会非常痛苦啊。玩赫洛斯还是尽量不要跳防御塔，真想要脑冲到爆的话，那我们就买个寒冬王冠吧。哇，现在我们的工具人强森脑冲了，我只要赶快跟过去，看有没有办法捡个尾刀。这边运气也非常好啊，我的2技能直接打到被扎斯克缓速的奥德斯，直接就跳起来把他给尾刀了。最后要拆主堡也不要太着急，因为我并没有买复活甲，也没有买寒冬王冠，所以我这边是并没有直接跳进去脑冲的。我们就在附近等等，那我们的小兵压进来，然后扎斯克大虫子放进来，稍微把主堡点一下，然后我在旁边保护一下队友就可以了。因为我们的2技能保队友其实也非常好用的。那这次赫洛斯翻新该注意的东西大概就是这些了，一样。那战场技能会影响到英雄打起来的属性，2技能挂瞬移强开的赫洛斯也很恐怖的。打排位的时候一定要看阵容来决定带什么，不要傻傻的每场都带一样的战场技能进场。好了，我是小雨，我是子轩，点标题的蓝字可以找到我，再见，拜拜。